正确的技术是获得高点击球的保证。前场反手击球，错误的发力方法通常是病源所在。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肖杰教练手到病除。我叫张扬，来自北京，今年36岁。我觉得我的问题是启动太慢，尤其是后场的反手，是一个最薄弱的项。一打我那儿，我基本上就死掉了。要说腹肌还有点儿，跑动也还不算慢吧，但是就是反应慢的话，你在场上就很被动了。如果想把这球打好的话，那肯定是得花不少时间得在这方面得琢磨。好球！好，停！我看你在前场打。第一呢，对方给了你一个后场高远球，你过去了以后，你在很低的位置打球，这就恰恰很可惜。为什么呢？只有后场球一个球是你可以争取从上往下打的，那么你恰恰把它放弃了，那么低的点你没有办法打进攻性的球，什么吊球、扣球你都没有办法。实际上我刚才看你啊，你完全你可以争取高点。我感觉已经只能在最低点接这个球了。不是，我启动慢是还是？不是，你开始启动的时候你有这个机会的，但是你没有这个意识。解决你这一个问题，一个办法，球过来，你不要转身去看球，不要降低重心，这个位置，你看肩对着球，这样去打。降低了，球过来以后，你侧着身一步，斜着跳起来往上面。你要跑2步，你到这个位置站那么低。对。而你从这，你看1步。一下起来，简单的都我要是在低点接球的话，也给他一个准备的时间了，是不是？不单是一个准备的时间，你想你在这个角度击球很难受，这球打不，你只能打过渡型的球了。对。你打不了居高临下进攻性的，你就把这个机会全部失去了。对，全部放弃了。啊，因此呢，我告诉你一下，你怎么样做？你启动以后，这个脚右脚，一小步先转一小步。然后把重心搁在右脚上，便于你蹬地起跳，眼睛看球，球一下落的时候，你斜着跳起来，手在上面就完成这一下击球。击球完以后，你很快就能回来。对，还可以再高一点。好。好的，再来一次，对，回来，得回位啊。对。你还要注意一个，你打完以后，你不管在哪个位置，你要迅速的回来，不能站在那。好的。不错，好，你看你快多了吧？对。你还能杀球了。对。你刚才这个点你没办法杀球。是。咱们还可以这样，这个脚击球完以后回到中场，然后往那个脚，好的，一个垫步斜步起跳击球，好，走，对了，很高，你看，轻松吧？对，也不困难，比你原先还少跑1步。对，起，好。另外，你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薄弱的环节是在哪呢？在你前场防守这个地方，你做2次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好的，停。你这个动作啊，由于你不会这个反手的这个发力的方法，所以你的球打过去很慢，又不够厚，
你是不是觉得用不出劲来？对。然后这个地方还用了很大的劲，你是这样子甩手腕，甩腕，对，这样子打球没有力的。那么你要靠一个什么样的力把这个球打出去呢？反手球，你球来了以后，你散步过去，直接就迎着来球的方向伸出，伸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微微的有点内旋，手背这个时候是对着上面，手臂不能对着前面。你要把你的手背面啊，你对着上面，靠这3个手指啊往回收，这个大拇指往前顶，外旋，你看小臂外旋带动手腕手指，一翻拍子，把球就打出去了。那么这个反手击球的这个发力的这个动作，就像你顺时针方向领这个水龙头这个动作。比方说这个是一个水龙头，你会这样子去抓住，用指头，然后呢你往顺着时针一旋，就是这个动作。我给你做2个示范。你看很轻松，我就是靠这一下，最后这一下我一领出去，直线，你看直线，对角。清楚吗？而你是这样子，要我这样子打，对，我也没有力。那么我要这样子打，你看我很快，也很轻松。好，哎，怎么样？你这个球你体会到了吗？对，好像感觉没有太大劲儿就到了。然后一下就到后场，并且你速度，你都听得见那个声音都不一样了，对，很轻松，是不是感觉到？对，并不要很大的力去挥背。好，再来试一下。哎，不错。好的，你可以小背动作现在还稍微多了一点，小臂你可以再轻松一点，根本就小背只是稍微内旋带动，你整个击球我就是用手腕手指，球撑的就出去足够。再补充一点，就是你为什么会你要这样子打球呢？因为你在反手位置击球的时候，你没有换握拍，对，你是用的打正手球的握拍去打这个反手球。是的。你像这样握着拍子，你往前、往后你能动，但是左右你不好动。这种情况的话，你要把握拍啊，你要松开。我教你，这3个手指往回抠一点，大拇指往上顶。3个手指往回抠，大拇指往上顶，你看变成这个拍型。再加上刚才这个动作，正手打的时候，它旋的时候，多用的力是这个食指的力。当然，这2个手指都是主要的。那么刚才这个反手，我为什么要让你把拍就稍微的拇指上顶一点呢？你旋的力的话，更多的是用这个拇指，我们叫的叫前顶发力。哎，手腕一旋，就是这个动作。你现在这个有点感觉了，但是你的这个部位啊，这个手腕还太紧。你可以再放松一点，特别放松，然后引拍这些都很松。击球的一瞬间，你看我扣紧球拍，啪，球就出去。将来你还可以勾，你还可以放。那么你如果一开始那个动作，你就限制了你。
键的一个发力就是教会你手指的转动发力。那么你用一个瓶子，你就这样子挥动，你看，将来你还可以正手这边。那么这个力量小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加大，你用一个重量大一点的，然后呢，你可以这样，你看，不停灵活的转动。对，你可以这样绕八字，绕八字的时候啊，这个动作可以大一点，就是手腕这样大一点。你试一试这个重的，重的就有点那个不太灵活了。现在，那你因为你不太习惯。换拍子没事的时候，你看，经常的这样绕一绕，就会很灵活。然后呢，你看这样或者这样攀，好，放松，对，好，怎么样？对，一打都还能出界了，都已经出界了，他这没用力就出界了，是不是感觉？您说的这个斜的起跳，像我们这种业余的打着玩的，他如果打到那种底线的话，也能这样跳起也能这样啊，一点不困难的。那个就是斜的一步，但是你的方法要对，你必须得有这个意识，然后你再花一定的时间，你要了解这个方法怎么样去做的这个方法，然后你做的当中呢，你就要强迫自己，对，按这样的方法，用不了多久，因为你打得舒服，你自然就会去那样做，对，你很快就能够扭转过来的。既然这次我们是针对一些羽毛球的爱好者，那我们就谈一些一个最简单的，就羽毛球一个起步，怎么开始挥拍？可能应该分2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就是做一些技术动作的，比方说发球啊、高眼球啊这些技术动作的这样的挥拍，把这个动作固定。那么再一部分呢，可以做一些辅助性的，比方说帮助这个你升高击球点，固定击球的拍面。比方说我身体前面一堵墙，那么我准备好以后，一看着球我转体，然后包括把手背可以打上去，就想象一堵墙发力。这个主要你的目的是要让他把击球点升高击球点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发力，发力的拍面。那他如果觉得面前可能要面对的墙，还是只是想象？最好的是面对一个墙，就是站在等于限制你，等于在墙的前面这样，对，然后这样去挥，所以你想打也打不了，对吧？对，而且呢，你如果要拍面不正的话，你前面是堵墙，对，你要新拍面的话，你就敲到墙。还可以挥一些比较重一点的。那这可能是帮你增加一些力量啊，这个我网球拍啊，对，网球拍或者只要比羽毛球重一些的拍子，包括一些壁球拍，可能还比较好一点。一方面增加它的力量，一方面也保护它的这个肩关节。像这个上手动作，其实还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动作，比方说光是纯手腕，手全部伸直了。当然也可以，因为这个就是你打球发力的那一瞬间，所以这个也是说加强它这个发力的意识。跟它这个正确性，刚刚是静止手腕的，那我带上小背一样的啊，就这个动作，那么持续个20次啊、15次、20次这样子。这个一方面就是增加它的力量，一方面增加它的这个熟练性嘛。对，包括还有什么办法？比方说这个，我想摆动，当然挥拍是还有一些，我想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其实目的就是让它更熟悉、更习惯、更有力、更合适一点。